有人说黑死谋明明是最强上弦，却死于容貌焦虑；还有人说黑死谋是鬼灭的最强者，元一在他面前也只是弟弟。但我认为黑死谋的一生真正的讽刺不在于他有多强，而在于他始终活在比较里。他一生都在追逐别人，却从未超越过自己。他选择成为鬼，以为能摆脱衰老，以为能跨过元一的背影，但最后他得到的不是解脱，而是更深的枷锁。从人到鬼到上弦之一，他看似无敌，实则被嫉妒和自卑牢牢束缚。直到死去的那一刻，他依旧没能挣脱那个叫元一的名字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《鬼灭之刃》人物志，上弦之一黑死谋。他原名叫纪国延盛，战国时期出生，有个双胞胎弟弟叫纪国元一。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这对兄弟的命运就已经被分开了。元一出生，脸上带着奇怪的胎记，那时候的人觉得这是凶兆，所以家族一锤定音，10岁以后把元一送去寺庙出家。换句话说，他没资格继承家业，于是从小兄弟俩的待遇天差地别。元一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，跟外面隔绝，像是被抛弃的累赘；而延盛则是光明正大的继承人，有刀有马，有人教导。可偏偏延盛心软，他经常偷偷跑去看弟弟，还送过元一一只自己做的笛子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真的有当哥哥的样子，但这份兄弟情很快就要变味。延盛7岁那年，他在院子里挥刀练习，元一蹲在一旁看着，突然开口说：“哥哥，我也想当武士。”延盛当场愣住，因为这是元一第一次开口说话。之前家里人一直以为元一是哑巴，甚至是聋子。接着更离谱的来了，家里一个家臣心血来潮，随手教了元一个最基础的剑士。结果呢，小年纪的元一几下就打中对方4次。要知道，延盛练了这么多年，一刀都没砍中过。那一刻，延盛心态炸了，这不是普通的差距，这是碾压。延盛忍不住追问：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”元一却摇头说：“我不喜欢战斗，其实我也不想当武士。”但他还是随口提了一句：“出手之前，我会深呼吸，感受骨骼、肌肉和血液的流动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延盛彻底震撼了，他这才意识到元一能看透身体运作，而这种呼吸法就是后来最强日之呼吸的雏形。而他自己练到精疲力尽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弟弟随口一句就揭开了通往巅峰的大门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懂这种感觉吗？有的人明明什么都没学，就轻轻松松碾压你所有努力，而你再怎么拼命也追不上。这就是延盛心底最黑暗的开始。母亲病重的那些日子，元一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身旁，他小小的身影沉默又倔强。直到某天深夜，元一悄悄来到哥哥房间，他告诉延盛，母亲已经去世，他打算提前离家去寺庙出家。他说这句话时，手里紧紧握着那只哥哥送的笛子，眼神柔和而感激。延盛心里却说不出的烦躁，他甚至觉得一只音不准的破笛子有什么好珍惜的。可他没开口，只是看着弟弟转身离开。不久之后，他无意中翻到母亲留下的日记，上面写着元一从小就知道母亲的病情，还一直默默为她分担。延盛心里彻底崩溃，天赋、智慧、心思，弟弟全都远胜于自己。从那一刻，他嫉妒成了仇恨，他希望弟弟消失。10年过去，延盛成了武士，娶妻生子，有了2个孩子。可命运并未放过他。某夜，恶鬼袭击军营，部下全军覆没。他眼看着死亡逼近，却突然被人救下。救他的人是弟弟元一。元一低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没能救下你的部下。”那一刻，延盛的内心彻底扭曲。为什么永远都是你来救我？从那以后，他丢下妻儿，加入鬼杀队，要和弟弟并肩作战。在鬼杀队中，纪国延盛剑术无双，资质远超常人，甚至和自己的弟弟纪国元一一并称鬼杀双雄。元一试图将日之呼吸传授给所有人，但没人能学会，于是他因材施教，衍生出了风炎、水炎、霞等呼吸流派。延盛也在其中，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月之呼吸。他的刀光如冷月，诡谲而强大。他觉醒了斑纹，力量倍增。可在他心里始终苦涩，因为他的月之呼吸依旧无法与弟弟的日之呼吸相提并论。这种差距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噩梦。直到那一天，他遇见了那个人，鬼武士无惨，历史上最恐怖的鬼。在无惨面前，延盛第一次感受到另一种可能，永恒。无惨轻描淡写地告诉他，作为人类，他注定会衰老，会死去。可只要接受鬼的血液，他就能获得不死不灭的力量。剑术、天赋、时间，全都不再是桎梏。这一句话就像钉子一样敲进了延盛心里。他想起元一，那个弟弟即便老去，剑术依旧无敌，连他都无法跨越。如果连时间都站在元一那一边，那他这一生还能用什么追赶？嫉妒让他煎熬，恐惧让他颤抖，而野心则驱使他一步步滑向深渊。最终，延盛砍下了10任鬼杀队主公的脑袋，并带着主公的脑袋投靠了无惨。
那一刻，他的人生分成了两半。曾经的鬼杀剑士纪国延寿死了，从鲜血与黑暗中诞生的是新的名字——黑死谋。上弦之一，无惨麾下最可怕的鬼，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力量，身体重组，剑术突破极限，甚至连眼睛都裂开6条，能清晰捕捉世间一切的缝隙。可与此同时，他也彻底失去了人的身份。在无惨的队伍里，他享受着地位，享受着所有下弦与上弦的位置，但在那些孤独的长夜里，他始终抹不掉心底的声音。若是元一在此，他仍会因我。正因如此，黑死谋对武士的荣誉与力量的执念逐渐走向了偏执。他要不断战斗，不断证明自己，还要用无数剑刃盖过元一的影子。可讽刺的是，他所有的胜利，所有的鲜血，所有积攒起来的威名，依旧只是纪国元一的兄长之名下的注脚。他拼了几百年，却仍旧逃不出那个名字的囚笼。几十年后的红月之夜，黑死谋再次遇见了元一。此时的黑死谋已是无惨麾下最强的上弦一，杀人无数，血海滔天，而元一却已经老到背脊弯曲，脸上布满皱纹，呼吸也显得沉重。一个是顶点的鬼，一个是垂暮的凡人。但当元一拔刀的那一刻，黑死谋还是本能的后退半步。那柄刀一出鞘，空气骤然沉重。明明是个老者，可那股压迫感比任何一位柱还要可怕。元一的眼睛依旧清澈，像是能洞穿黑死谋的全部伪装。黑死谋看着他，心里翻涌起无数情绪：嫉妒、愤怒、恐惧，还有深深的羞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老成这样，气息却依旧比我强？黑死谋咬牙切齿。当元一流下眼泪时，黑死谋更是震惊。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弟弟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感情，可这种情绪只让他更加混乱。战斗打响了，结果仅一招，黑死谋脖子就被划开，差点人头落地。要不是元一年纪太大，在出完这一击后当场老死，黑死谋恐怕早就被一刀斩首。面对这个结局，黑死谋愤怒到发狂，他怒吼着劈开了元一的尸体，可剑刃同时也劈碎了那只笛子，那是他小时候送给弟弟的礼物。笛子断了，他却看到元一一直到死都一直带在身边。那一刻，这个冷血的上弦一竟然落下了眼泪，因为他明白了弟弟从未恨过他，甚至一直珍惜着他。可自己呢？嫉妒、仇恨、背叛，最后换来的是孤身一人。几个世纪后，黑死谋在无限城的大决战中遇到了新的敌人——鬼杀队的3位最强柱：霞柱、石头无一郎、风柱不死川石弥、炎柱悲鸣与行名。这是一场注定要写进史册的战斗。首先和黑死谋相遇的是石头无一郎，他开启通透世界，看透了无一郎的骨骼与血肉，才意识到这个年轻剑士竟是自己的后代。黑死谋主动说出自己生前的名字纪国延胜，告诉无一郎他正是自己遗留血脉的延续。无一郎虽然震惊，但很快恢复冷静，与黑死谋展开激战。霞柱呼吸的招式一一施展，可都被黑死谋轻松破解。即便无一郎觉醒斑纹，并使出自创的龙，仍在瞬间失去所使，最终被黑死谋钉在柱子上。黑死谋没有立即杀他，而是劝他变成鬼，声称这样才能延续血脉。就在这时，不死川玄弥伏击出手，却被黑死谋瞬间斩断双臂，甚至拦腰砍开。但玄弥凭借噬鬼者的体质，仍活了下来。黑死谋对此感到诧异，正准备砍下他的头时，封住不死川石弥杀到，挡下了致命一击。兄弟俩的出现勾起了黑死谋的记忆，他想起战国时代与旧日封柱的交锋，黑死谋与石弥展开激烈的对战。石弥虽然凶猛，却被一招重创，幸好凭借吸血让黑死谋短暂眩晕，才得以反击。战局焦灼之际，炎柱悲鸣与行明赶来，战场彻底升级。黑死谋用通透世界观察行明，惊叹这位铁球与炼连并用的武僧型剑士是300年来从未见过的存在。两人硬碰硬交手，铁链一度折断了黑死谋的刀，但鬼刃瞬间再生，反手就划破了行明的面庞。面对27岁却觉醒斑纹的炎柱，黑死谋冷声提醒他，斑纹剑士活不过25岁，并再次劝他化鬼。行明果断拒绝，还直言肯定有人突破了这个诅咒。这句话让黑死谋的心神动摇。不久后，石弥缝合伤口，重新杀入战场。3人合围，战斗进入最惨烈阶段。无一郎也挣脱束缚，再次加入战斗。玄弥则吞下黑死谋断裂的刀刃与头发，借此触发血鬼术。4人合力，终于在激烈交锋中将黑死谋斩首。但黑死谋没有像普通鬼那样死去，他的头颅在钻口处迅速再生，甚至长出了狰狞的骨刃与角，彻底化为怪物。他看着自己丑陋的模样，心中忽然动摇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武士姿态吗？此时他的身体从无一郎鹤刀刺入的伤口处开始崩坏，血鬼术也再无法发动。
面对岩柱与风柱的合力，他逐渐溃败，内心满是愤怒与不甘。最终，他的生命彻底消散，只留下破碎的衣物和那只早已断裂的笛子。死前的最后一刻，黑死谋心中只剩下疑问：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？元一，告诉我啊！这一声追问，无人能回应。黑死谋就此落幕。他的一生写满了嫉妒、恐惧、贪婪与悔恨，从人到鬼，从剑士到怪物。他想要比肩弟弟，却终究被弟弟的背影压了一生。而这场谢幕，不只是黑死谋的死亡，更是执念与放下的终极对照。